不用常住也移民，4国居留保安心。这开场听起来好像逃生指南耶。现在这世界坏新闻一波又一波，谁能保证明天还能岁月静好呢？哈啦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想要过得安稳，就要提前拿到后备门票。不过这种签证会不会很贵呢？今天就来聊聊，不用搬去住就能先拿到居留权签证，是普通人也能负担得起的4条路径。这次要讲的主题跟以往聊的移民有点不一样，先来说说这次评判标准吧。没错，很多国家的移民政策都要你真的搬去住，但今天分享的是不用住在当地就能拿到居留签证的方案。核心原则就2个：低申请门槛，低维护成本。这标准可太实在了，如果动不动就几10万美金，那不是普通人能玩的游戏哦。低成本、低维护，这才是真正的后备门票啊。第一个国家是菲律宾的 SRRV 特别退休居留签证，相信大家都早有所闻吧。等等，这个签证我们之前有讨论过，严格来说并不是传统的移民路径哦，也不能通往永久居留，那凭什么可以成为一张后备门票呢？虽然 SRRV 签证并非移民类别的签证，但它允许随时前往，想待多久就多久。换句话说，这不就是允许你随时拎包入住，而且是常住的签证吗？所以是虽没绿卡但有居留的意思咯。那是不是一定要领退休金才可以申请呢？最经典的 SRRV Classic 方案，有没有领退休金都可以申请，门槛主要是按照年龄来划分，而核心都是在菲律宾的银行存入一笔钱。那从几岁开始可以申请呢？目前政策是40至49岁的申请人，如果没有退休金，需要存入5万美元；如果有退休金，每月800美元的收入，就存入25000美元。而对于50岁以上，如果没有退休金，要存3万美元；如果有退休金，就只需要存1.5万美元。原来关键不是退不退休，而是钱要存够、存满、存到位。那配偶、子女能一起申请吗？可以啊，受抚养人只是多交一点申请费。若是走退休金路径，主申请人每月收入至少要1000美元以上。这还有个额外好处，存笔钱到菲律宾，算是分散资金风险的做法吧。万一原居地有什么冬瓜豆腐取不出钱，还有一笔放在外国的备用资金，那这个签证有效期多长呢？需要经常飞去打卡吗？SRRV 是终身有效，完全没有居住要求，只要维持银行的定存，还有每年交会员费，就能一直有效了。那维护成本大概是多少呢？每年是360美元，包括主申请人以及2位受抚养人。更方便的是，直接银行转账就能搞定。印象中以前 SRRV 的政策有所不同，从35岁就可以开始申请吧？是的，近几年有调整过，有段时间只接受50岁的申请，现在又回调到40岁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把握好机会了。一句话总结一下吧。菲律宾 SRRV 签证不用住，不用去报到，终身有效，会员费1年才300多美元，符合低成本、低维护的原则。要真遇上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这张 SRRV 就大派用场啦。如果觉得菲律宾不够远、不够安全的话，可以考虑位于欧洲的阿尔巴尼亚，就是那个我们朋友遍天下，还有阿尔巴尼亚吗？你这刻板印象要刷新一下呢，人家都今非昔比了。那在这个自由的国家，有什么政策符合我们的标准呢？这里的规则是，只要在 Albania 买下一套房，就能申请居留证，也就是临时居留权。哇，简直是买房送居留呀！但我想问，要是把房子当作后备门票，不打算马上搬去居住，能先买好过几年再去吗？没问题啊，实务上可以先用免签进去买房，完成过户手续之后回原居地。等到哪天真的要用这张门票，就再次入境，然后30天内到线上平台申请居留证。等等，那个红色小本本也可以免签吗？目前来说，中国护照、中国香港护照，还有台湾护照都可以免签入境。
当然还有很多欧洲、美洲国家的护照都免签了，详情去官网去查吧，链接就在说明栏。那买房后过几年才申请居留，这样有保障吗？会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政策又改变呢？在法律上就有明确规定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重点是房子要一直在你名下，而且产权比例至少为50%。首次居留通常给1年，之后可以续签。至于永久居留，只要连续居住5年就可以申请了。所以，如果是夫妻共同持有的房产也算数咯。那如果以后免签政策改了，回不去怎么办呢？即使未来需要申请签证，因为拥有房产的关系，也会比游客更快获批吧。毕竟你已经是在 Albania 有房的人，这些都能透过线上平台完成，不需要前往领事馆。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，买房需要多少预算呢？简单来说，大城市的房价会比较贵，小公寓大约在12万至16万欧元左右。但如果是小城市或内陆小镇的二手房，3至5万欧元就差不多了。如预算提高一点到8万，还能找到更好的房产。美联持有成本高吗？欧洲国家都很流行万万税啊。通常每个城市有所不同吧。税金是按照房产面积来征收，大概在0.05%至0.2%之间。如果是买几万欧的小公寓嘛，大概每年税金也是几十欧元吧。来，一句话总结一下。阿尔巴尼亚买房申请居留是一条很实际的路，无论是作为后备门票还是移民路径，都值得考虑哦。先备好避难小屋，然后随时说走就走的感觉啊！你觉得这个移民方式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如果觉得 Albania 还不够远的话，还有什么选择呢？现在飞到南美洲吧，厄瓜多有一条很受欢迎的路径，就是投资者签证。这就是我们选择的移民路径啊，也可以当后备门票吗？完全没问题啊！基本做法就是把钱放在厄瓜多的银行做定期存款2年，金额是100倍的最低工资。目前的门槛是47000美元，完成后就能拿到2年的临时居留，还能每月领利息哦，年利率在5至8%期间，也算蛮高啦。不过这不是移民签证吗？怎么也能当后备呢？因为这个签证是允许多次出入境，而且没有规定每人最少要住多久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投资维持不变，签证就有效，你想住在哪里都可以啦。所以真的是没有严格居住天数，但如果打算拿永久居留呢？那就要住满21个月才有资格申请啊。那家人可以一起申请吗？配偶以及子女可以用受抚养人的身份申请，只需要投资金额增加一点点就好了。那优缺点给大家一句话总结吧。厄瓜多的投资签证是全球门槛最低之一，不但有利息收入，还没什么居住压力。要续签就维持投资就好了，想拿永居也有路径。这不就是赚利息的后备门票吗？根本一箭好几雕。想了解更多厄瓜多的情况，回头去看看我们厄瓜多的影集吧，保证你大开眼界。链接就放在下面。之前谈论的3种方式都要透过存钱或买房才可以获得居留权或者签证，有没有一个选择不用靠定存，也不用买房呢？答案就在墨西哥。墨西哥听说他的签证很难申请耶，真有符合我们要求的政策吗？简单来说，只要证明过去12个月银行账户的平均余额大概落在7万至7万5美金之间，就能符合临时居民签证的主要条件。这是比每月收入还更单纯的方式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根本是最佳选项啦。等等，这笔钱要放在墨西哥的银行吗？既然说是过去12个月内的存款余额，要求放在墨西哥的话就不太合理了吧？所以是不需要的，只要在原居地的银行就可以，能提供过去1年官方的存款证明就好了。可是为什么金额没有一个确实的数字呢？一般移民政策不是应该很清楚的吗？因为金额是跟墨西哥的最低工资挂钩，而且汇率天天都在跳舞啊。
所以每个领事馆的要求金额都会有差异，确切金额还得看你所在地的墨西哥领事馆的规定啊。好啦，那申请到的临时居留有多久呢？通常开始是先给1年，之后可以在墨西哥境内续签，续签最多给3年。那就是说，我只要在原居地的领事馆办好第1年，之后飞到墨西哥续签，就能连续拿到4年的后备门票咯。没错，而且这张门票还能升级，只有临时居留满4年，就能申请永久居留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把墨西哥当成后备选项了。这个临时居留真的没有居住要求吗？基本上是没有了，不过有个小缺点，就是不能在当地工作，所以更适合把它当作后备基地啊。那总结一下，墨西哥方案适合谁呢？如果你手上有7万美金以上的存款，又能飞到墨西哥办签证，那它就是一条成熟、靠得住的移民路径。不过，如果是想找门槛最低的后备门票，可能菲律宾或厄瓜多会更适合。还有一点就是墨西哥的汇率变动很大，有时候门槛会跟着上下跳了，这也是政策风险之一了。但话说回来，一边持有后备门票，一边挂满时间，最后直接转成永久居留，这安排也太划算了吧？是不是听起来像投资一张门票，顺便抽到大奖的感觉呢？当然了，详细标准还是看官网啦，链接放在说明栏。无论移民去哪里，记得要做好移民功课哦。想知道更多选项，继续看看我们其他影片，说不定找到适合你的移民路径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悄悄，拜拜。